近很多人把這句話當作對3阿特拉斯的預言。首先，隕石是指流星體從星際空間穿越過大氣層而隕落到行星表面後殘存的固態天然物體，而3阿特拉斯是從星際空間進入太陽系的星際彗星，兩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那麼这期視頻我就帶大家分別科普一下流星體、小行星、彗星和星際彗星這4種天體。首先，流星體是指太陽系內小至沙塵，大至巨粒，成為顆粒狀的碎片。這些微小的粒子可能來自彗星的尾部、小行星的碰撞碎片，或行星間塵埃的殘留物。當流星體游蕩到地球附近，被地球引力捕獲，以高速衝入大氣層時，空氣摩擦會讓它們劇烈升溫、氣化、發光，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流星。換句話說，流星體是物質本體，流星是它燃燒時的光。大多数流星体在進入大氣層後便徹底燃盡，只有極少數能穿越這層炽熱的屏障，幸存並且落到地面，這時它的名字就變成了隕石。所以，流星体、流星、隕石都是宇宙中的碎屑，只是在不同狀態下有不同的名稱。事實上，根據科學家估算，每年大概有成千甚至上萬顆隕石都會砸向地球，但其中大部分在大氣層燃燒殆盡或墜入海洋。所以當你了解了隕石這個概念，你就知道這張圖的真實性有多低了。小行星只在太陽系內做類似行星環繞太陽的運動，但體積和質量都要比行星小得多的天體。絕大多數的小行星都集中在火星與木星軌道之間的小行星帶之間，而小行星的形成則源於46億年前。當太陽系剛剛誕生時，無數塵埃和冰粒在原行星盤中互相碰撞、聚合，有的形成了行星，有的則被重力撕裂。而在木星強大的引力擾動下，那片區域的物質再也無法穩定聚合，於是留下了上百萬顆小行星。它們大多是岩石或金屬體，形狀不規則。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國際小行星中心已在太陽系內確認了1026572顆小行星。彗星是太陽系內由冰、塵埃和其他化合物組成的小天體。與小行星不同的是，彗星不是岩石，而是冰與塵埃的混合體。它們主要栖息在太陽系的遙遠邊界，柯伊伯帶與奧爾特雲。那裡的溫度幾乎接近絕對0度，冰凍着水、二氧化碳、氨、甲烷等物質。當彗星偶然被引力擾動，軌道被拉向太陽時，冰體就會開始升華，釋放出大量氣體與塵埃。這些物質在太陽風的吹拂下形成了彗發和彗尾。科學家稱彗星為太陽系的冰封檔案，因為它們誕生於最寒冷、最原始的區域，保存着太陽系形成早期的氣體、冰塵與有機分子。甚至有理論認為，地球上的水與生命的種子可能正是由古老的彗星帶來的。星際彗星是指起源於太陽系外星際空間、不受太陽引力約束的彗星，其運動軌跡通常呈現雙曲線軌道特徵，與太陽系內彗星的橢圓或拋物線軌道有着明顯區別。2017年，位於夏威夷的 Pan-STARRS 望遠鏡第一次發現了一顆不屬於太陽系的天體——奧陌陌，意味着來自遠方的信使。2019年，烏克蘭業餘天文學家格納季·鮑里索夫用自己組裝的 0.65 米反射望遠鏡發現了第2位星際訪客——奧爾鮑里索夫。如今2025年，位於智利的阿特拉斯巡天系統發現了3阿特拉斯，它的軌跡、化學組成、結構特徵都讓科學家們展開了前所未有的辯論。星際彗星的出現，讓我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別的恆星系統的物質樣本。它們不再是來自太陽系的碎片，而是別的恆星誕生的塵埃與冰。尤其像3阿特拉斯這樣的星際彗星，它的成分與太陽系內彗星有着明顯區別，年齡甚至比整個太陽系的年齡都古老2倍，因此它有着不可估量的科學價值。3阿特拉斯昨天刚刚經過近日點，而到了11月上旬，一場關於3阿特拉斯的全球觀測將全面開始。